嗨，由于这个转化班因为一直开到现在，有一个问题一直重复都出现，每一期都会出现。我想这也是大家内心的一个很多人的问题，所以在这边特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再讨论一下，再聊一下，让大家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入定跟安住在觉察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几乎每一期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即使在同一期里面也有不同的人问过，不止一次这样。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的表达的整个生命的存在的要素就只有3种，第一种就是觉察，我们的觉察；第二个就是现象；第三个就是解释现象的这个解释。那所以就是觉察、现象跟解释，生命存在只有这3个东西，没有别的了，就是这样。这个我们当然说过很多次，大家都知道了。那但是入定，比如说打坐啊、入定啊，那我要修道是不是一定要入定啊？那跟我们说的开悟，然后到底怎样才会开悟？是要打坐入定才会开悟呢，还是安住在觉察就会开悟？这个我们说得很清楚。其实因为只有3件事情嘛，所以当我们去看着现象的时候，看到任何现象可以被我们觉察到的任何人事物，甚至境界，只要能被觉察到的，全部都是现象。那对于现象，全部我们都会去解释，这个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是一个梦境一样的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梦境。那开悟意味着从梦境里面觉醒过来，醒过来。那要醒过来要怎么做？其实不是打坐入定。佛陀当初修行的时候，什么定他都修，然后都修到最高的一个层次。那4禅8定他早就都修完，他发现还不是，所以他才另外找寻方向。后来他自己终于领悟到了。那所以领悟到的那个不是在4禅8定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觉察、解释、现象，就在这3个东西里面能够找到领悟的醒觉的一个方法。我们说得很清楚，不解释是我们讲的重点。所以在觉察着现象，然后对现象做出解释的当下，你只要对现象把那个解释拿掉，这时候现象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证明了你觉察着，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空的，它证明了你觉察着。这时候你就会觉察到觉察的本身，觉察到觉察的本身，这个你就会进入生命的本质了。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我们开悟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常常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就意味着我们常常安住在生命的本质，你就有机会掉进去整片大海里面。所以它不像入定是需要时间的。平常我们入定，我们坐下来打坐，眼睛一闭起来，然后需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慢慢才开始有定境出现，然后需要更久的时间才有更深的禅定出现，甚至你可以做个3天3夜。但是这个跟我们开悟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开悟只是我们平常每一天每个时间都在觉察着这个世界。我们眼睛醒过来的时候，睡醒的时候一打开眼睛就在觉察着世界，然后我们睡觉的时候在梦境里面我们也觉察着梦境。所以这个觉察从来没断过，一直觉察着，但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解释，从头到尾每分每秒都会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觉察到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梦境，跳出这个故事。所以问题就是，如果要开悟，不需要长时间的打坐，而是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每分每秒都有机会把那个解释放下来，让解释脱落。只要解释脱落，你就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然后当你这个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够深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大海吞没，就可能开悟。所以开悟是很迅速可以安住在空空荡荡的觉察的时候发生的一个状况，发生的一个转变。所以不需要长时间的打坐。所以为什么六祖慧能听到一句话无所住，然后
就开悟了。然后有些人是在某一个契机下，某一个机缘下，啪，然后就瞬间就开悟。所以开悟其实是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就顿悟，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打坐才会发生的，这个是两回事。但是在打坐里面可不可能开悟？当然也可能，它也是我们觉察着现象的一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打坐也是一个觉察现象时刻？不是打坐入定之后就没有东西吗？但是我们会其实静坐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自己不知道。第一个，我们会知道我们身体不见了，我知道我做到身体都没有了，呼吸都没有了，我知道我做到那个思想停止了，我知道眼前好光明一片，这些全部的东西都是现象。不管我们内在的现象、外在的现象，在定中的现象，全部都是现象。我们一样会对它解释，一解释我们就落入了解释里面。所以它跟平常我们看着一棵树一样，就算你入定的定境很深，其实跟你看着一棵树或者看着一个图片、看着一辆车一点分别都没有。你只要看着的那一刹那，对那个现象的解释能够脱落，你就有开悟的可能。所以开悟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打坐去产生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这几期转化班几乎都会问到的问题，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解释。那个墨子的转化班就剩下一期了，就这期结束就剩下最后一期了。那我们总共连续开了7期。7也是一个圆满数字，像人有7个脉轮啊，然后七也是一个中国非常吉祥的数字。那我们的转化班，最后一期开完之后，除非我自己又开转化班有这个机缘，不然这个转化班其实就结束了。我不会去请其他的人，然后代替我去开转化班，或者转化班在别的县市开啊，然后不是我本人来主持的，我们没有这个规划这样子。我们是绝对不会请任何人来开，就是转化班，就是全世界叫登出转化班的，就是只有墨子一个开的这样，那一定会有墨子在。如果墨子不在的，那就是跟我们没关系。对，最后一期了，希望能够来参加的就尽量来参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其实你参加过一次转化班之后，你知道了什么是空空荡荡的觉察，你回去之后，你只要有决心，你一定会登出。那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转化班结束之后，其他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召集很多人，然后再开一个班，然后有点像你开的这个登出转化班一样，然后大家自己同学就在一起，然后修炼修行这样。每个人要聚集要做什么事情，那是大家的自由，这个本来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所以大家要聚集要做什么，当然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有没有办法真的像墨子的登出转化班，因为有墨子本人在？因为我的转化班，我每一期我都会有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把大家带领到一个该转化的地方，它也是有一个曲线的，在引导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方式，有一个曲线的。那连包括我们的功课都是一步一步不同的功课带着大家进入更深的觉察。那至于大家自己集中在一起，反而不一定比个人他自己能够离群去寻求这个觉醒还比较容易，还比较快。简单来说，就是墨子能针对可能集体每个人大众的状态，然后给出不同的引导。那所以墨子不是一个规划一个 SOP， 然后就照这个 SOP 进行就一个课程就结束了，不是这样。也不是说大家一起来一个地方，然后打坐，然后就会开悟这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会想说，转化班结束后，然后要延续什么墨子的精神什么的，然后要开一个班或是要举办一个聚会那其实可以跟我们没关系啦，聚在一起讨论一起分享那就叫做灵性分享会，或是生命讨论同乐会之类的。对，那就大家自己去玩。但是如果是有关登出、开悟、转化之类的，其实召集大家聚在一起，不一定会比个人还好。对，因为其实很多人聚在一起，
除非是有人能带领，不然是会有可能变成一个小我的聚集地，对不对？有人就有故事嘛，我们要离开故事性，反而去参与故事性，就会形成一个故事。不过人只要聚在一起，就会形成故事性。对，所以不会比一个人自己修会更好。对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不然会变成一个又落入了另外一个故事。说大家要一起开悟干嘛干嘛，结果反而变成一个故事，就可能大家结束后，我们去唱歌啊，我们去喝酒，我们去玩，然后大家变成一个好朋友这样。然后一起认识，一起玩这样，一起玩一个故事。对，那其实就是一个好玩的同乐会这样，就跟跳出故事无关，就不需要大家彼此攀援这样，是这样吗？对，没错。所以如果说墨子的登出转化班结束后，那真的有决心要跳出故事，然后登出开悟的，其实自己好好的一个人实践墨子所在转化班分享的所有功课不解释，其实这样就足够了。不需要有很多人陪伴这样子。那这集就分享到这里啦，拜拜。